1000万年前，我随手种下了一棵树，如今成了威震9天10地的柳贤地。500万年前，我养了一条小锦鲤，也已越过人门，成了欲动四海的龙皇。就连我当年一时心软收养的小女孩，也成了镇压万古、睥睨天下的绝代女帝。长生真是寂寞如雪啊！算算时间，那条成仙路也该开启了，是时候去取回我的东西了。不过我这次出事，可不能让那些沉睡的老东西知道。才过了5万年而已，怎么就破败成这样了？新来的参加弟子考核的，到那边排队去，别在这挡路。我不用排队。不用排队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宗主的亲儿子吗？赶紧过去，不然别怪我把你轰下身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太高调了。这个也不行，会吓死他们。哎呀，在哪儿呢？我记得放这儿了。哎呀，万剑令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排队去！再捣乱，把你扔下山。等下会有人来接我。啊？接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拿着一把生锈的铁剑，不会把它当成什么信物了吧？不可能，传说中的万剑令是神兵利器，怎么可能是这种废铜烂铁？我看他是脑子坏了。唉，连万剑宗的万剑令都不认识了，看来万剑宗是真的没落到骨子里了。哦，这道剑气，还有这股镇压万古的剑意，是祖师的万剑令。这把剑，您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个是我收藏的众多小玩具之一。我记得当年九剑那小子说过，持此剑令，可让万剑宗为我做任何一件事。祖师的确留下过此等祖训，只是前辈，如今的万剑宗早已不复当年荣光，恐怕只能帮您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。放心，我的要求不过分。前辈请讲，万剑宗上下必将竭尽所能。我要加入万剑宗，并且成为当代圣子。什么？他要当圣子？就凭这把废铁剑也敢说？疯了吧？哼，宗主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圣子之位何等重要，怎么可能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？凡持剑令来者，便是万剑宗的希望，是万剑宗的救世主。宗门振兴就在今日。好，谢谦恭迎圣子归位。师弟，你快打我一拳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宗主他竟然对一个拿着破铜烂铁的家伙心如此大烈。师兄，我掐了自己大腿，好疼，这不是梦。走吧，带我去万剑殿，我要取一样东西。是，前辈请。为何会没落至此？回前辈，说来惭愧呀，4万年前，万剑宗御下的天剑锋突然叛离，自立门户，他们带走了宗门近70%的典籍和底蕴。如今，那天剑锋也是东荒赫赫有名的天剑圣地，而我们，我记得当年谢峰那小子创立万剑宗，开遍出天、地、玄、黄、人、主6大剑锋，气吞山河。如今一看，竟只剩下这孤零零的主峰了吗？哦，前辈，您连谢峰祖师都知道？当真是沧海桑田。
这老狐姐竟然还在这里。前辈，这把断剑，弟子也不知他在此处多久了，只知道他一直都在，因其残破，也无人问津。无人问津？你们万剑宗当真是有眼无珠到了极点，你可知此为何物？哦，此剑乃你们开宗祖师爷万剑大帝的随身帝兵，名曰段月。什么？帝兵？这竟然是开宗祖师的随身帝兵啊！我万剑宗竟将如此神器埋没于此，蒙尘数万年，弟子有罪呀！不必自责，身边有灵，他若想自毁，别说你，就是大帝亲至也未必能认出来。你等认不出来，也并非尔等之过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开解。不过此剑虽好，却并非我此行要取之物。将万剑空间打开，我的东西在里面。这怎么了？回禀前辈，并非弟子不愿，实乃是打不开呀。自从4万年前谢风祖师消失之后，这万剑空间便彻底封死，再也无人能够开启，否则我万剑宗的传承也不会断绝至此，沦落到这般田地。无法，既然你打不开，那我来便是。宗主不好了！天剑圣地的人，他们又来了！什么？他们还敢来？欺人太甚！怎么回事？前辈有所不知，那从我宗门叛离出去的天剑圣地狼子野心，每逢我万剑宗10年一度开山收徒之日，他们便会派人前来，当着我宗所有人的面用重力抢夺我们好不容易招来的天才弟子。我宗资源贫瘠，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。长此以往，新收的弟子中，但凡有些天资的，全都被他们拐走了。这是要断我万剑宗的根啊！现在我是万剑宗的圣子，这些新弟子关乎着我宗未来的气运，岂能袖手旁观？走，随我出去看看，我倒要瞧瞧谁敢在我的面前抢我万剑宗的人。吾乃天剑圣地6长老许长风，以尔等资质加入如今的万剑宗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万剑宗能给你们的资源，我天剑圣地只会给的更多更好。而且万剑宗现在不过是一个上品宗而已，而我天剑圣地乃是东荒圣地，只要加入，尔等便拥有圣地弟子的身份，未来在东荒行走畅通无阻。竟然是天剑圣地！虽说我梦寐以求的宗门是万剑宗，可天剑圣地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梦啊！是啊，圣地弟子这身份说出去，谁不羡慕？徐老六，你又来我万剑宗撬弟子，你天剑圣地不会自己招人吗？谢谦宗主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不是撬，是给这些好苗子一条光明的出路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他们就算留在你们万剑宗，也不过是浪费天赋罢了。你放屁！哼，难道不是吗？不说远的，就说300年前你万剑宗招收的那名仙体弟子，你们万剑宗给得起资源让他修炼吗？还有100年前那个玄灵圣体最后我也是自愿退出万剑宗，加入了我们天剑圣地。我万剑宗每隔10年基本都有好苗子出现，可是宗门资源太少了，根本留不住啊。这位应该就是你新收的弟子吧？根骨不凡，神体自成，天赋无与伦比。年轻人，
待在那没落的万剑宗，只会埋没你的天赋。不若弃暗投明，加入我天剑圣地，本长老可做主，直接收你为亲传弟子，圣地所有资源都将向你倾斜。小小的天剑峰，什么档次也配？你说什么？说你天剑峰不配，你没有听清吗？年轻人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留在这万剑宗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秦叶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滚出去！好好好，自以为拥有神体就目空一切，老夫今日教训教训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徐老六，你敢出手，老夫与你不死不休。好多年没有活动筋骨了，让我看看他的实力。秦叶，此人乃是天剑圣地的六长老，一时实力不可小觑，早在300年前就踏入了圣人境啊！无妨，一个小小的圣人境罢了。我活了无数年，手上捏死的圣人境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小小的圣人境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在我眼里，的确不算什么。还未成长起来就如此嚣张，今日我让你知晓何为圣人强者。给我跪下，我可饶你一命。即便是9天剑帝在我面前也不敢拔剑，你竟敢出剑，剑来！万剑归宗，这是传说中只有开派祖师才能施展的无上剑道。万剑归宗，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万剑宗的虎山剑阵，你怎么可能操控？聒噪！你不能杀我！我乃天剑圣地六长老，你若动我，天剑圣地绝不会放过你和万剑宗。天剑圣地？5万年前，你们的开山祖师天剑老人见我也要躬身行礼，承我一声前辈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人剑老人，那不是传说中早已飞升的仙境大能吗？你胡说八道！祖师爷他念你修行不易，死罪可免，无罪难逃。滚回天剑圣地，告诉你们圣主，来万剑宗会在万剑殿的石剑下赎罪，否则天剑圣地灭。你居然毁了我的本命灵宝，你好狠！再不滚，我废的就不是你的剑了。我等有眼无珠，之前竟还妄想他头，我等誓死追随万剑宗，誓死追随秦师兄。我等誓死追随万剑宗，誓死追随秦师兄。晚辈谢谦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前辈驾临，多有怠慢，还望前辈恕罪。宗主不必多礼，我既已拜入万剑宗，便是万剑宗弟子，称我秦叶即可。圣主，诸位师兄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老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的本命灵宝？六师弟，你不是去万剑宗收取新弟子吗？怎会落得如此境地？是谁干的？说出来！竟敢伤我天剑圣地的人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是万剑宗！是万剑宗以下犯上！
他们不知道从哪里醒来一个狂妄之徒，非但不肯交出弟子，还偷袭于我，斩断了我的本命灵宝。区区一个万剑宗，就算有外援，怎敢如此？那狂徒不仅实力诡异，更是嚣张至极。他竟敢直呼我派师祖天剑老人的名讳，连女剑尽是轻蔑。他还说了什么？给本座一字不漏的说出来。他说让圣主您去万剑宗山门下那柄破石剑前跪下赎罪，否则就要灭了我天剑圣地满门。什么？如此狂妄！好大的胆子！圣主，请允许我即刻前往万剑宗，定要将那狂徒生擒回来，让他跪在您面前求饶。没错，必须让他知道侮辱我天剑圣地的下场。圣主，诸位师兄，此子虽然狂妄，但身上似乎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我亲眼所见。他会用早已失传的无上剑道神通万剑归宗。什么？万剑归宗？那不是传说中伴随祖师爷佩剑一同遗失的至高剑典吗？你确定是万剑归宗？千真万确，万剑齐飞，如臂使指，那等神威绝不会错。万剑宗宗主谢谦和所有弟子都亲眼所见。万剑归宗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他不是想让本座去吗？好，那本座便亲自走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也顺便将本就该属于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神通亲手拿回来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直说便是。前辈洞察秋毫，晚辈斗胆一问，您为何会我派早已失传的至高神通万剑归宗呢？不是我会，而是这门神通本就是我的。当年我将此法传给了一个叫谢风的小家伙，他便是你们万剑宗的开派祖师。您竟然是我派祖师的，那您的真实身份？我的身份你还无需知晓，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。是，晚辈僭越了。可是前辈，天剑圣地的徐长老被您重伤，以他们的行事风格，睚眦必报，恐怕我万剑宗大祸临头了呀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一群蝼蚁罢了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是，有前辈在，晚辈心安。方才为了对付那圣人境的蝼蚁，倒是浪费了些许时间。也罢，是时候打开这万界空间了。这是天剑圣地的天剑真气，他们真的来了！这群苍蝇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也好，既然他们这么着急来送死，那本座就送他们一程。万剑宗宗主谢谦，滚出来受死！还有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胆敢伤我圣地长老，今日定要你神魂俱灭！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畜生，斩了我的本命灵宝！在这世界，还没人能用手指着我。再指死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当着本座的面行凶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老夫乃天剑圣地大长老，你这小畜生，速速跪下求饶，再将我天剑圣地的无上剑诀万剑归宗乖乖奉上，或可饶你一命。听到没有？否则死！别跟他废话了，大长老，直接搜魂，看那万剑归宗到底藏在何处。聒噪，张嘴！
什么？这是虚空大手印，是100万年前虚空大帝的成名绝技，你怎么可能会？哼，没想到还有人认得这门神通。100万年前，倒是有个姓姬的小家伙，天天缠着我学掌法，可惜他天赋太笨，教了他几招皮毛，自己回去瞎琢磨，倒是悟出了这么个虚空大手印，也算有点意思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和虚空大帝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谁，你还没资格知道。我只问你，你们天剑圣主呢？惹了本座，他没有亲自来负荆请罪吗？请罪？我天剑圣主乃是东荒至尊，何等人物？你万剑宗也配让他亲临？很好，既然他不懂规矩，不肯来，那你们就跪在这里等他来吧。让我们跪下！你以为1-2门上古神通就真当自己无敌于世了？狂妄！诸位师弟，布天剑阵，此死诡异，不必留手，杀！有时候，无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对我出手，是你们此生做过最无知的事。圣子为什么还不出手？那剑阵快要压下来了！完了，别人都打到脸上了，这下死定了！这6人结成的天剑阵，乃是由6位化神境长老合力催动，威力无穷。就算是圣人王高手，也要小心应对。圣子他，受死吧，无知小儿！斩了你，再送你的魂，看你还如何嚣张！前辈，晚辈即将出山闯荡天下，还请前辈赐下一套护身剑阵，以壮声威。此剑名为7绝剑阵，7人合一，可攻可守。去吧。用我创造的剑阵来对付我，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忘了是多少次了。7绝剑阵不是这么用的。7绝剑阵，你怎么会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绝学？这不可能！这阵法比圣主亲自施展的还要精妙。快说，你是从哪儿偷学来的？偷学？这种级别的剑阵，在我手上没有1万，也有8000。区7绝剑阵，于我而言多如牛毛。信口雌黄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用了什么妖法，侥幸胜了我们一招。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绝学，岂是你这黄口小儿能够创造的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哼，尔等井底之蛙，连真正的7绝剑阵是什么样都没见过，与你们多说无益。给我去跪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我的修为，我的尘元被彻底封印了，我感应不到一丝灵力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是法则之力，言出法随。他到底是谁？他会7绝剑阵，刚刚又引动了万剑宗的护山大阵。他分明是传说中万剑归宗的雏形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立刻禀报圣主。说得对，算算时间，老六他们也该带着那小子的头颅回来了。区一个没落宗门，还能翻天不成？圣主，速来万剑宗！什么？废！
我让你们来办事，你们跪在这里做什么？成何体统？是我让他们跪的，你也过去跪下。好大的口气，让吾跪下！放眼整个东荒，乃至这偌大的玄黄界，还没有人敢跟吾说这句话。无论你背后是谁，有何背景，你有取死之道。死，我有过无数取死的念头。我曾走过7大生命禁区，只为寻死；也曾遨游四海，驱赶群龙，想激怒龙神将我吞噬。我只手横推3000咒，引100尊大帝为供。可惜没有一个能取走我的性命。死到底是什么感受？哼，不知所云，满口胡言！本座不管你是什么疯子，今日务必让你求死不能！来吧，杀死我！好，好，好！狂妄至极，那本座就成全你！玄天剑，出！啊！怎么回事？他不敢伤我。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玄天剑乃上古神兵，有自己的剑灵，除了本座，无人能命令他。因为是我打造了的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此剑乃是我天剑圣地开宗祖师天剑老人的佩剑，传承万古，怎么可能是你打造的？你所说的天剑老人，应该是当年跟在谢峰身边那个仆人剑一吧？没想到他的后辈竟然背叛了万剑宗，另立山头，还成了气候。你敢直呼我祖师名讳，你找死！我在这里，他动不了，也不敢动。狂徒，本座今日不用剑，一样杀你！给本座受死！看来你也没这个实力取走我的性命。过去跪着，让吾下跪！你妄想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手脚不听使唤了？这不可能！不，我不跪！我乃天剑圣主，大圣境强者，威震八方，我死也不跪！圣主，您怎么也跪下了？这前辈究竟是何等实力？连半步准地强者的天剑圣主也不是一合之敌，竟能言出法随，命令他下跪。我万剑宗辉煌有望啦！不用理他们，让他们跪着。走吧。解决了天剑圣地那几个苍蝇，这次应该没人打扰了吧？这是我万剑宗封印了数万年之久的万剑空间，竟然打开了！愣着干什么？进去啊！是前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老样子。进来了，我竟然真的进来了！列宗，各代宗主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果然在这儿，还差4000便可以探一探成仙路了。谢宗主，我要在此闭关一段时间，无事不要打扰我。是。前辈晚辈有重要的事告知。
进来说话。前辈，昨日东荒异斗，那万年一现的黄泉秘境开启了，前辈是否要去啊？没想到黄泉秘境这次开启了这么早。也罢，昔日种植的彼岸花应该开花了。好。前辈，你此去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归来，我万剑宗该如何是好？还请前辈指点。这些日子你伺候我有功。太古剑诀第一式裂地，太古剑诀第二式海天。太古剑诀，太古剑诀！我万剑宗有救啦！好久没来了，依旧是没变。哼，道友莫不是在说笑？这黄泉秘境万年才开启一次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进去过。已经忘了进去多少次了。吹吧，万年开启一次，你说你进过不少次，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开了，秘境开了！冲啊！里面的机缘都是我的！怎么回事？前面为何有一条河挡路？此乃黄泉河，我宗门古籍记载，想要进入真正的秘境内部，首先要渡过这黄泉河，再踏过神魂坛，最后才能进入真正的轮回之地。的确如此，据说若是能沿着这条河的源头一直走，可直接到达轮回之地，只是从未有人成功过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忘川河。是水族圣子，他要渡河了。区黄泉河也想拦我，看我用准地兵避水珠直接渡过。忘川河弱水3000，可吞万物，别说是准地兵了，就是真正的地兵来了也要叹息。分开了，河水真的分开了。不愧是准地兵，太强大了！不愧是准地兵，太强大了！不，我的避水珠死了！水族圣子就这么死了！准地兵，连准地兵都被瞬间崩碎了，这河根本过不去。地兵再手也无法渡过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诸位快看，是黄国世家的江神王出手了！是江神王，传说他已经活了8000年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他一定有办法。那是江家的传世地兵汉阳神罗，神王要用地兵横渡。江家的后人吗？老师，人族正在遭受劫难，我要下山扫平禁地。江家众人紧随吾身后。我也该渡河了。就你，你不是说进过很多次吗？让我看看你怎么渡河。这东西丢哪儿去了？找到了，接我的船，马上就到了。喂，那位兄台，你摇铃铛做什么呀？难不成还能摇来一条船接你过去？别摇你这破铃铛了，声音太难听了。哎呀，别理他了，哗众取宠的疯子罢了。啊，你们看，瑶池圣女要渡河了。又死了2个，只有瑶池圣女还在坚持。船？真的有船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从未听说过忘川河有引渡人。诸位，接我的船来了，先走一步了。道兄载我们一程啊！前辈您大人有大量，带我们过去，我愿献上所有宝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里还是一成不变。花叶生生两不见，
相念相惜，永相识。100万年长成，100万年开花，100万年成熟，历时300万年，总算是等到你了，彼岸花。住手！将此花留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彼岸花，轮回之花，传说中的无上神药。彼岸花到手了，看来希尔雷音寺那枚舍利子也是时候去取了。小子，我让你住手，你没听见吗？立刻将彼岸花交出来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让我交出彼岸花？看你身上这股腐朽的尸气，应该是赶尸宗的后辈吧？好胆！既然知道我赶尸宗的名号，就该明白违逆我的下场。现在跪下献出神药，我还能留你一具全尸！谁得到了彼岸花，自己交出来，否则死。彼岸花是我的，谁敢私藏？你们都想要这彼岸花，难道不会自己种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彼岸花是你种的？荒谬！此等神物天生地养，夺天地之造化，岂是人力可以种植？黄口小儿，休要胡言乱造！将彼岸花交于本座，吾会赐你一桩天大的机缘，保你未来平步青云。彼岸花就在我手上，如果你们想要抢，还是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太上长老，跟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废什么话？直接杀了他，夺取神物。你这小辈力气倒是挺重，800万年前，你们至尊殿的祖师爷石天帝也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，最后一遍，将花交出来！诸位何必与他多言？此子诡异，我们3人一同出手，先夺下彼岸花，再平分如何？老夫寿元将近，必须要得到这株彼岸花，谁挡我，谁就死。看来你们是一心要抢我的花了。看在你是他们的后辈，我只好教训教训你们了。刚才就你话多是吧？我种下此花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宗还没出生，现在你们还要抢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此子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此！不管你是谁，彼岸花乃是逆天神物，老夫寿元无多，无论如何，今日我都要得到。没错，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3人联手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诸位，一起动手！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住手！江神王，你为何要插手此事？晚辈江太玄参见前辈。敢问前辈，可是秦先生的后人？你认识我？我家始祖永恒大帝曾受先生指点，临终前留下这幅画像，嘱托后人世代供奉，言称若有朝一日得见先生，当行师徒之礼。画中的人与先生一般无二。这怎么可能？江神王，就算他与你江家有渊源，但这彼岸花关系我等大道，我们也要定了。你们敢？先生在此，岂容尔等放肆！江家的后人，你很不错，没有给你的祖宗丢脸，愿意为我出头。我看着你本源受损，气血枯败，想来是受了大道之伤。也罢，今日便赐你一道机遇。多谢先生再造之恩。至于这几个跳梁小丑，我反手便可灭之，无需你出手。狂魔，
不管你是谁，当我道者，神佛已杀之，开我死！当年我闲来无事，于狮皇谷传下一道粗浅的赶尸术，你们的始祖得知，自以为悟出无上大道，另立一道，创下这赶尸宗。在我面前玩弄尸鬼，我是你们的总宗。庶子休要猖狂，看我至尊术！至尊术，石天地的那块至尊骨还是我帮他开发的，此等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我面前放光华？前辈饶命啊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晚辈该死。求前辈看在我家始祖太初大帝的份上，饶我一条狗命，我是他的后代呀！现在知道求饶了？先生，求您了，求您传我修炼功法吧，我愿为您做牛做马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死了。但念在你是太初的后代，饶你一命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非你修为，你可认罚？晚辈认罚。一指便废了一尊圣人王强者。前辈，您到底是何等实力呀？此间事了，本座该离去了。你太初之人，若是再敢横行霸道，下次定斩不饶。不敢了，前辈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秦叶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连我一面都不经就想走了。这是黄泉之主。传说黄泉秘境有一尊深不可测的存在，他竟然还活着。这个老怪物还活着，跟圣地古籍记载的一模一样，一身红嫁衣，如同待嫁的新娘。几百万年的老怪物，他出来干什么？秦叶，你给我站住！糟了，走慢了。前辈，有人在叫你。有吗？本座并未听见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回前辈，听见了，听得真真切切，确实是有人在叫您。当初你在此地种下这株彼岸花，让我为你镇守此地数百万年，你说事成之后便会回来带我走，现在彼岸花你拿走了，我呢？哼，好你个秦叶，好一个负心汉，拔掉无情是吧？喂，你别瞎说，我要告你诽谤！你帮我镇守此地300万年，待彼岸花开，我便回来带你离开。好，我等你来接我。我没有忘记。哼，没有忘记你接了我就想跑，
秦叶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此番归来，却有要事在身，并非待你离开的时候。要事？100万年，又100万年，整整300万年了。我不管，这一次无论你去哪，我都要跟着你。我此番要去的地方是西莫大雷音寺，那里佛光普照，万邪辟逸。你乃黄泉之主，阴气极重，去了只会魂飞魄散。你不怕死的话，就跟来。果然，每次都用这种话来吓我。但在你离开的第1个100万年，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。100万年前，你第一次用这个借口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对策。我用100万年光阴集9幽阴气炼制此伞，名为轮回，可隔绝天地万法，亦可抵挡那所谓的无上佛光。现在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带我走？罢了罢了，你既然执意如此，那便随我一起走吧。这次我再也不许你一个人丢下我了。到了，这里就是大雷音寺，你现在要是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不，说好了，你去哪儿我就去。那我们走吧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此乃佛门圣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我怎么记得当初释教出力，讲究普度众生，众生皆可入内听法，才短短几百万年过去，怎么就变得如此小气，旁人都不得入内了？短短几百万年，这位施主的口气好生狂妄，莫不是在说笑？佛门规矩已改，还请施主回吧。我来此拿了万佛舍利便走，绝不耽误。什么？你竟敢觊觎我佛门圣物！小和尚，这没你的事，不想魂飞魄散，就赶紧让路吧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既然想要我佛圣物，那小僧就不阻拦了，请吧。真是狂妄无知！千百年来觊觎万佛舍利的强者不知凡几，但无一例外，全都铩羽而归。甚至身与于此，就让你去闯那万佛塔，看你如何收场。何人擅闯我佛门禁地万佛塔？我。施主可知，万佛塔危险重重，100万年来入塔者无不灰飞烟灭，即便是大帝入内，也难以走出。这又何妨？大帝走不出来，不代表我出不来。施主，贫僧劝你还是回去吧。这是我佛如来的无上佛宝，你为何拥有？你不用问此物来处，我只问凭此物能否进入这万佛塔。既然施主与我佛有缘，贫僧也不再阻拦，请。你在此地不要走动，稍等片刻，我去就回。好的，你小心。
时隔万年，万佛塔的钟声又响了，不知道是哪个高人闯关。历来进入万佛塔者，无一不皈依佛门，也不知此人有何本事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有人闯万佛塔。诸位施主，贫僧有礼了，也不知诸位前来我大雷音寺何事？请念老和尚，本座听到你大雷音寺的钟声，便赶了过来，可否告知何人闯塔？一位年轻人，是我佛有缘之人。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。闯万佛塔可是万古盛事，老和尚，要不让我看看这年轻人实力如何？这不敢给我们看，该不会是怕这万佛塔的不破金身被破了吧？依我看也是。也罢，既然诸位施主想看，那贫僧便让诸位看看我万佛塔众多佛子的无上佛法。18铜人，据说每一个都有着王者实力，若是结成阵法，可战圣人。那18个铜人飞起来了，此子实力深不可测，怪不得敢闯万佛塔。第2层有佛门的72绝技流影，是大雷音寺历代高僧创下的神通，若是撑不住，将会被打得灰飞烟灭。不是，我刚说完就结束了。此子恐怖如此，短短片刻便直通5层，这是打破了万佛塔有史以来最快纪录了。不过是前5层罢了，此关乃是我佛门万年一出佛子镇守，他过不去的。净念老和尚，你们大雷音寺的佛子撑不过3秒啊！怎会如此？我看这万佛塔也不过如此。我上我也行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颇具慧根，既然如此，贫僧便渡他入我佛门。施主无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贫僧还未诵经，塔门还未关闭，你尚有回路。我心已决，无需劝我，让我看看当年如来那个小和尚留下的东西，你们这些后辈究竟领悟了多少？此子竟敢如此称呼世尊，真是胆大妄为，狂妄至极。既如此，请施主赐教。何以为佛？阿弥陀佛，佛道长远。佛陀曾言，凡有佛性者，遍尝人世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之8苦。佛立佛心，勤加修行，历经万千劫难，修持圆满，方可成佛。施主为何发笑？我笑你此番回答狗屁不通，大错特错。荒唐！此乃世尊亲传经义，为我佛门治理，传承亿万载，岂会有错？我说错了，那便是错了。施主言重了，佛门治理岂容你如此轻慢？贫僧倒要请教，何错之有？佛门8苦，我且问，尔等释教中人可见女色？我佛门弟子4大皆空，6根清净，早已断绝尘缘，一心向佛，不近女色。既然不近女色，那又如何尝遍8苦？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这爱别离之苦，你等不曾拥有，又何谈离别之痛？我佛慈悲，法眼观遍3000世界，佛观世间一切，如观掌闻。世间所有疾苦，自然了然于胸。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可笑之极。施主，佛法精深，岂是可笑？你赡养我父母，你辛苦操持过一个家吗？
你可曾肩扛锄头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只为求得一粒活命之粮？佛门不是生产，整日闭门诵经，全靠信徒香火供养。本座问你，念的是什么经？诵的又是什么佛？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在人间走一走，便自诩体悟了众生疾苦。人生八苦，你净念，除了一个生字，其余疾苦你真过哪一样？方丈且看到了。施主，你这是何苦？方丈可觉得我痛？自然痛。你看到了，但你不知道我有多痛。这就如同你观世间疾苦，只见其形，不知其味。你所谓的感同身受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施主慧根无量，贫僧拜了。净念方丈竟然败了，他的佛心乱了。这年轻人说的太对了，不能感同身受，便是自欺欺人。我悟了，我的道不该是枯坐。施主慧法无边，贫僧已无资格再阻拦，请。这老东西还活着？竟是杜氏老秃驴，这万年老王八还没死啊！当年杜氏宣扬佛法，与玄黄界众人论佛理，无一人是对手。此子恐怕要止步于此了。老和尚，你又要问什么？施主，你的心不静。心若死水，与顽石何异？我这不是心不静，我这是心动。心动则万物动，苦海变生。施主若能心静如水，则可超脱苦海。为何要超脱苦海？世人皆在苦海沉沦，为何不超脱？我再问你，为何要超脱？佛曰：心静则万物静。好一个心静则万物静！既然如此，将万佛舍利于我，我便心静。舍利不过是外物，施主已具大智慧，又何必拘泥于此物？真正的静源于内心，而非外求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一个不过是外物。佛门常言四大皆空，既然这万佛舍利只是区区外物，给我又有何不可？不可！万佛舍利乃我佛门历代高僧毕生修为所化，是佛法之象征，佛门至宝，岂能轻易于你？虚伪！口口声声四大皆空，却连一件外物都舍不得；口口声声心静如水，却因一件至宝而心生波澜。你再次坐禅100年，自诩佛徒，我看不过是一叶障目，自欺欺人。施主，请。竟然是你！此子悟性绝佳，可惜，可惜。施主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，想起了一些往事。说吧，这一关是我问你，还是你问我？施主，你观小僧坐在此处，可有何禅机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施主此言虽妙，却失之偏颇。我佛普度众生，佛法无量，施主说的不对。为何不对？汝之本相为执念，佛法讲究空性，以己身为镜，映照万物，本身便是谬论。施主，佛法至高，你未参透。呵，那至高佛法又是什么？
佛陀便是至高佛法，其他佛不是佛吗？佛便是佛陀，我佛如来，世间只此一尊。你非佛门之人，不懂其意。施主为何发笑？火笑，这800万年光阴流转，佛门非但没有长进，反而固步自封。我笑你们修的竟只是小乘佛法。如来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小乘佛法，施主这是何意？佛法无边，何来大小之分？你这是在污蔑我佛。你既然不知，那我便来告诉你，何为大乘佛法。请施主赐教。佛无高低贵贱之分，佛便是佛，你是佛，我也是佛，天下众生皆是佛，三世十方有无数佛。而不是你口中那般，世间只有一尊如来佛，人人皆可成佛，此方为大乘佛法。你那小乘佛法早已将自己局限于一宗一派，还妄谈度化苍生，不过是井底之蛙的妄语罢了。人人皆可佛，众生皆是佛。这便是大乘佛法。佛法空性，见性即佛。小僧悟了，小僧悟了。我即是佛，佛即是我。阿弥陀佛。恭喜小和尚得见真我。施主虽非我佛门中人，然施主却有大慧根、大智慧，此番讲解令小僧茅塞顿开，佛法得以升华，此恩小僧没齿难忘。佛本是道，佛法无量，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罢了。不，施主此番点拨，对小僧而言便是再造之恩。小僧已明悟大乘佛法，此观已无异议，这万佛舍利，施主可取之。可算是拿到你了。没想到佛门的无上至宝就这样被他取走了。此乃万佛舍利，受佛门历代高僧的佛性日夜蕴养，得之便可窥见无上佛法，妙不可言啊！有生之年竟能亲眼看到有人闯过万佛塔，此生无憾了。秦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居然还活着。秦叶，他是秦叶，传说中的那个人。好熟悉的名字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族最古老的典籍中曾记载过一位禁忌的神秘人物，就叫秦叶。居然是这位存在，他不是早就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了吗？秦叶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我就知道你还没死。多少年了，秦叶，你又出现了，告诉我，
成仙路是不是要开启了？没想到你这小沙弥看起来眉清目秀的，死了还要阴我一把。这些是传说中的禁地之主，太古神矿、神魔洞、太荒旧土，他们不是早已作化在岁月长河之中了吗？怎么会？是万佛舍利内的那声琴叶惊动了这些沉睡了无数纪元的老怪物。琴叶很好，你果然还活着。没想到再次出世，你竟然遮掩了自身气息。告诉我，成仙路是不是要开启了？吾等蛰伏数百万年，历经黑暗动荡，只为等待仙路开启。说是不是成仙路要出世了？若不是如来的佛音泄露天机，吾恐怕还不知晓你的归来。秦叶，成仙路在何处？你想独吞成仙的机缘，吾等沉睡至今，付出了何等代价？你想成仙，吾等也要去。秦叶，你若敢私藏仙路，休怪我等联手，将你神魂俱灭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哼，不错，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就算拼着道基崩毁，吾等也绝不会让你成功踏出那一步。你们这些老不死的，为了苟活，不惜发动黑暗动乱，斩杀众生，夺亿万生灵的生命精气来延续残命。就你们也配与吾一同踏入成仙路？秦叶，吾等闭关百万岁月，沉睡于禁地深处，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无敌之资吗？少废话，速速将成仙路的机缘交出来！否则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速速将成仙路机缘交出来！好恐怖的威压！仅仅是神念虚影，竟然就有如此威力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这几个自斩一刀、苟延残喘的老东西，真是脸都不要了！靠着吸食众生精气活到今天，还有脸在这里叫嚣着要成仙？黄泉，你敢辱我？哼，黄泉之主，你倒是会选种子。巴结上了秦叶，他若踏上成仙路，自然会带上你这条好狗。我们与你不同，你可知为了等待成仙路开启，吾等付出了何等代价？斩去道果，沉沦黑暗，你懂什么？代价？你们所谓的代价，就是发动黑暗动乱，让万域流血，众生凋零吗？真是可笑至极。秦叶，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成仙路带还是不带？你若不允，吾等就算拼着神魂俱灭，道基彻底崩毁，也要拉着你一同上路。你也休想踏入仙路半步。聒噪！此事谁若挡我，死！本来想第一件事以凡人之躯再走一世红尘，可惜天不遂人愿啊！既然暴露，那便要尽快将三清山的万古青莲拿到手。我们走。秦叶前辈，晚辈王生，敢问前辈，成仙路是否真的要在这一世开启了？前辈，晚辈乃盖世大帝后人，先祖遗训，若欲成仙路开，必当追随引路人。恳请前辈看在先祖佛面，带晚辈同踏仙路。晚辈东方啸天，求前辈成全。请前辈慈悲，我等愿追随前辈，共探仙路。秦叶已归，成仙路即将开启，沉睡的诸位还不醒来？
秦业出现了，他已夺得万佛舍利，下一步必是三清山。诸位，成仙就在眼前，是时候醒来了。秦业啊，秦业，你可知，为了再见你一面，我等你等得好苦啊！秦业，三清山。成仙路要开启了吗？此事我定要成仙！秦业，你终于来了，可算是等到了。如果不是旧土之主告知，真不知道你出事了。秦业，吾等在此恭候多时了，别跟他废话。成仙路若是不带上我们这三清山的万古青莲，你休想拿到。要不要我出手？就凭你们，也想拦得住我？哼，秦业，休要狂妄！我等皆是沉睡百万年的至尊，你虽强，但面对我等联手，也绝无胜算。是吗？一群自斩修为、沉睡了百万年的废物，也敢在我面前嘤嘤狂吠？狂妄！找死！想拦我，你们有这个本事？秦业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依旧是这么傲。小伙人儿，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这么暴躁。百万年前你坑了我，那笔账还没算呢。你可知我找你找得多苦吗？废话少说，成仙路带上我一个。不可能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跟我玩火？那是太阳真火，传闻中早已失传的太阳真火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青莲妖火，那是我妖族无上神火。纵然你有诸多神火傍身又如何？但我的神火也不是吃素的。秦业，这是我闭关百万年所创的无上地法，借我一招火怒神莲。区火莲，这都是我玩剩下的。不！还有谁要拦我？秦业，交出石中剑，此物不是你能拥有的。还有不死神火，此等天地神物，岂是你能独占的？一并交出来！真是熟悉的感觉，已经忘了这究竟是第几次举世皆敌了。神火至尊这个没用的东西。秦业，成仙路上不过多一人罢了，你为何就是不愿带上吾等？你这条老泥鳅，没想到居然还活着。你这老不死的都能苟活至今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少废话，将开启成仙路的信物交出来。东西就在我手上，有本事你就自己来拿。替我死！
当年我能把你打回原形，剥了你的轮皮，抽了你的筋，现在也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条老泥鳅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强？其实强也是一种寂寞。秦叶，你太无情了！太虚道友与你并无死仇，你何必下此杀手？成仙路注定是孤寂的，挡我者死。你也要出手拦我吗？我只想要一个进入成仙路的名额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？我说过了，你不配争夺仙路，纵死无悔。配不配，打过才知道。万里冰封术！小小的冰封之术，也敢在我面前放光华？你到底会多少种神通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随手一击都是世人眼中的无上大招，至于到底会多少种神通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诸位，秦叶虽强，但他刚刚连番大战，必然有所消耗。吾等一拥而上，他绝不是对手。没错，一起上，斩了秦叶，夺取信物，共进成仙路。我要成仙！杀！成仙路上多骸骨，多你们几个也不多。秦叶，你死定了！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快把信物交出来！不让吾等进成仙路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今日也要和你同归于尽！哼，匹夫撼树，你们有资格与我同归于尽吗？死！这又是什么神通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想学你，我教你啊！不，我还未成仙，我不甘心啊！仙路本无情，见过了太多生死，早已习惯。老朋友，来都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出来吧。秦叶，这么多年你风采依旧啊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记得上次见面还是在8万年前的藏地陵外，那时候你身边还带着一个整天抱着柄破木剑、眼神倔强的少年。是啊，后来他悟透了剑道，成了世人口中的万剑大帝。何止是他，跟随在你身后的哪个不是威震一个时代的人物？有的成了大帝，成了准仙帝，而你却始终神秘莫测。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只是顺手教了一些微末伎俩罢了。他们都不是我的弟子。说吧，你这次来三清山，所为何事？自180万年前，我们在太初古矿第一次相遇。
我们一起闯过九死一生的神魔洞，也曾并肩横渡过禁忌的四海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成仙。不错，只为成仙。所以你我之间终究也要兵戎相见。没办法，成仙路万古唯一，你我相识100万年，亦师亦友。我只是想在生命走到尽头前，真正见识一下你的全部实力。这一次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留手。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天道之下皆为蝼蚁，仙路只有一条。我若不争，纵然现在是大帝，受万灵朝拜，到头来终究也只是一捧黄土，消散在岁月长河里。我不甘心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来吧，秦叶，让我看看行走在岁月之上的你究竟走到了哪一步。如你所愿。擎天旨。先帝旨。你不必留手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。好。我本是秦岭神山的一株青莲，展出神药本性，凝聚青莲道体，行走世间。80万年前踏入混沌边荒，领悟一道终极神通，名曰混沌青莲。我有一拳，名曰天地拳。不愧是你，秦叶！我纵然燃尽地血，献祭所有，也依旧撼动不了你半分。停下吧，老朋友。你就不能让我走得有尊严一点吗？秦叶，你个王八蛋！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你了。这朵混沌青莲生机已绝，枯萎之意已无法逆转，我必须让他体面的走完最后一程。若有缘，他日再聚，上苍之手。老青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害呀！能死在你的天地拳下，我这80万年不亏。老青，我这里还有不少仙丹妙药，你先服下再说。不必了，我本元已碎，地魂将息，仙丹也救不回一个一心求死的人。我来找你，便是只求一死。可是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说。秦叶，你可还记得180万年前你答应过我的一件事？秦叶，你说这世上真有永恒吗？若是我哪天厌倦了，死了，你能不能把我埋葬在我的本源诞生之地这秦岭之中？顺便在我的墓地周围种满一片桃林，我想看看我这株青莲死后能不能盼来一片桃花开。可以。记得，我怎能忘记？有些老怪物还活着，他们躲在时间的尽头，谋划着什么？成仙路上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我先走一步了。老青，我带你回家。
10年了，老金，我给你种下的桃花开了，你的承诺我完成了。可惜这么美的桃花你看不到了，也喝不到桃花酿。记得你当年说过，他年我若为青帝，宝玉桃花一初开。认识的老友一个个的凋零，有的反目成仇，有的坠入魔道。成仙永生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大道之争历来如此，有人求死，就有人求生，不过是各自的道罢了。接下来的路会比三清山更难走，这一路尸山血海，九死一生，你还要跟着我一起吗？我不怕，只要跟着你去哪里我都不怕，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死在你怀里。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有我在，没人伤得了你。说的一生只是为了归根吗？花瓣也是一样，我的尽头在何处？时间到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不死山。不是要去不死山吗？怎么在这里停下来了？去不死山之前，得先填饱肚子，顺便看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。哎，这人谁啊？居然敢敲石天府的门！哪里来的土包子？不知道石天府的规矩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石天府1000年才开门一次，300年前刚迎接过贵客，下次开门至少也是700年后。你现在敲门，里面根本不会有任何回应。就是公主殿下说的对，吞天大帝何等人物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们进不去，但我可以。啊，这股气息错不了，是老师的气息。老师，您终于来了，弟子恭迎老师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吞天大帝！不曾轻易露面的吞天大帝，竟然亲自开门，还称呼那个年轻人为老师。他到底是谁？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小胖子，多年不见，你也老了。老师，别看我胖，但是我能吃，我以后肯定能以师成道，正得大地。你都叫我老师了，这本《吞天地经》给你了。老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还是风采依旧，如当初一样，岁月并未在您身上留下痕迹呀。不必说这些，你成帝的时候我在闭关，忘了恭喜你正道成帝，现在算是迟来的祝贺了。老师您能来，是对我最大的功课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老师了。不说伤感话，我们共饮此杯。哈哈哈！此生还能与老师碰杯，死也无憾了。这些年你一直都在天庸城，那不死山可有什么异动？老师问这个做什么？不死山近些年确实有些奇怪。说说看。自3万年前开始，不死山周围经常有异象，黑雾弥漫，还有修士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过。不死山的守护者也越来越狂妄，都没将我放在眼里。看来小石头的后代膨胀了，是吗？我打算去不死山。什么？老师，您去不死山做什么？那里现在很危险啊。去取回一样属于我的东西。老师，不死山已经与往日不同，我跟您一起去。不用了，小胖子，你忘了老师是谁了？老师的修为比当年更加深不可测了。老师，若是您在不死山发现异变，立即通知我，
我带着吞天国将那不死山给炒了。你看你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这么冲动。我虽年迈，但热血未凉。不愧是我的学生。行了，你的心意老师知道了，你就在这天雍城好好养老就行。老师，我送送你，我怕此次相见，下一次不，没有下一次了，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见惯了生死离别，但每一次再见都是令人伤感啊。回去吧。老师，再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哥哥，姐姐能给一口吃的吗？想吃什么自己去买。很好，前夜这老不死的没有认出我是谁，我一定要从你身上挖出不死的秘密。刚才那个小乞丐似乎有些不对劲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金子？有时候钓鱼需要鱼饵。你看吧，他跟来了。大哥哥，等等我。大哥哥，我不要金子，我要吃的。九幽，有必要藏头露尾吗？没想到还是被你认出来了。你那股死人气，想不认出来也难。七夜，我转世9次了，活了900万年，每次见你，你都是这副模样。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不死的？我还以为你来抢成仙路的信物。成仙？不也是为了长生不死？只要知道你的秘密，成不成仙无所谓。我说这么多年，总有人在暗中窥视我，原来是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很讨厌这种感觉。我以9世之力封印你！蝼蚁，这就解决了？900万年的老怪物就这样死了？跳梁小丑而已。熟悉的气息，难不成是？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100万年前，有个老朋友曾托付我一件事，让我将他的后代封印在圣石中，避开那场灾难。没想到居然在这儿。你要去切圣石？是的。我也要试试手气。等下你给我选几块圣石。没问题。这位道友，看你面生，应该是新来的，这块其实不好。哎，不是谁都可以切石的，小心打眼。你看得这么认真，难不成真会学元术？找到了，我当年埋在地下这么深，居然被挖出来了。这位客官，此乃神元石，是我太古石坊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你若要购买，只需100万元石，并且客官还能自选2块奇石当赠品。买了。又一个冤种，这神元石在太古石坊不知多久了，都没人敢切，也不怕亏本。你赌石可能会亏，但我秦叶从来不会。好大的口气！即便是元天师也不敢说这句话。你当你是谁？是开创寻元术的寻宝天尊不成？寻宝天尊这个身份我好久不用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狂妄！寻元祖师，其实你能沾边的？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能切出个什么玩意儿来。客官呐，这些圣石需不需要我来帮切？不用。这是悟道茶的种子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。我不信第2块奇石还能出货，一定是垃圾。手无寸光。恭喜客官切出真龙蛋，可喜可贺呀！真龙蛋，这小子赚麻了。若是将真龙蛋孵化，可驯养成坐骑啊！多少年了，天雍城的圣石坊没出过此等宝物了。这不可能！在我手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你这井底之蛙见识短浅，也敢质疑我的能力？就算你运气逆天又如何？这圣石坊乃是我轩辕家开的，你守得住这些宝物吗？小友，这真龙蛋可是无价之宝，不如让给老夫，老夫愿出1000万。1000万，我出2000万。不卖。
沉睡了100万年，该醒来了。当年老猴子历尽千辛万苦，去海外仙岛，为你搞来这块五色神石，让我将你封印在这里面。秦兄，俺老孙这辈子没求过人，现在只求你一件事。说，此番血战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，劳烦你将我的唯一血脉封印起来，让他避开这场劫难。好。谢了。老猴子，你这一去是怕……若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。老猴子，这个时代很好，你的圣皇子可以出世了。什么？这圣石内竟有活物？先天封印的神元！哎呀，像极了妖族拥有火眼金睛的斗战圣元。竟然是斗战圣元！说是将他降服，让我轩辕家掌握，将会拥有一尊兄臂。此事必须要通知家族长老。小猴子，可还认得我？走，我带你回斗战圣地。休走！此乃轩辕神朝的神令。只要你交出悟道茶种子、真龙蛋，还有这斗战圣元，就可离去，否则不得踏出圣石坊半步。轩辕神朝，什么东西也敢拦我的路？何人在此喧哗？胆敢在天雍城撒野，找死不成！三位长老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就是这个人，不仅劫出了无价之宝，还公然辱骂我轩辕神朝。好大的胆子，在天雍城境内竟敢辱骂我轩辕神朝！速速将宝贝交出来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死罪难逃，活罪难免。现在立刻跪下忏悔，或许还能留你全尸。好大的排场啊！你们轩辕家能够建立神朝，是因为你们那引以为傲的老祖给我擦过鞋。你找死！竟敢如此侮辱我神朝老祖！若不将你千刀万剐，不足以泄愤。我老祖何等存在？你这是造谣诽谤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回去问轩辕玉天。老祖神威盖世，其实你想见就能见的。既然你们见不到他，那就简单了。轩辕玉天，滚出来！给我擦鞋！是主人在召唤我。公子，老奴来迟了。那是轩辕神主，神主竟然跪下了！老祖。
轩辕家的人被你教得很好啊，连我都敢乱，自己处理吧。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神主，是轩辕妃召唤我们前来，说要抢夺那人的宝贝。大胆！都给我滚回神朝，家法伺候！老祖饶命！老祖饶命啊！小猴子，到家了，以后好好修炼。我会的。到了。何人擅闯不死山？放哪儿了？好苦！啊哈！原来藏在这儿！我来拿。不死神令。既然认识，还不带路？天皇老祖话到前曾言，持此神火令来者，必须将不死神火献上。可不死神火乃我山根基，若给了他，我不死山如何在天地间立足？绝不能给！哼，你这神火令是假的，休想骗我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是假的，识相的，快滚出不死山！岁月更迭，人间沧桑。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捡石头的小家伙，他的后代也变心了。我要拿回的东西，天上地下，没人挡得住。怎么欺骗不成，还想明抢？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不死禁地，识相赶紧滚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敢在守护者大人面前放肆！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想从我们手里拿走东西？做梦！秦叶，我来斩了他们。不用。可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。他们会脏了你的手，我来对付就行了。轮回伞，你是黄泉之主，不过即便是你又如何？我石兰镇守不死山万载，哪怕你头顶轮回伞，手托六道轮回，我一样无敌于世间。你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谁能与我并肩？他叫安天尊，一位很久远的朋友，跟你一样吹牛不打草稿。安天尊，太古纪元时代的9大天尊之一，你的朋友简直是吹牛吹上天了，胡言乱语！你若是食物，现在退去，尚有生机；若敢再前进一步，我保证让你天翻地覆！像，太像了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他的转世？不过你敢拦我的路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你的死相会超乎你的想象。死！你能杀死我？不是我自傲，3招为限，斩不了你，我自绝。秦叶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砍了他！黄泉之主，你不在黄泉秘境待着，跟着这个无名之辈闯我不死山，你敢过来？本座不介意将你留在不死山。你看他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你知道反派死于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死于话多。对付这种角色，我一巴掌不知道拍死多少个。
可笑！一掌拍死我！本座乃是准地强者，哪怕是与大地一战也不惧。你这个站在女人身后的小白脸儿，在我面前装！你是真的很着急找死。这是传说中的上层之首，他怎么会？他究竟是谁？老祖救我！老祖，就算你把不死石黄教，也要跪在我面前领死。张山，小石，弟子叩见老师。你怎么弄成这样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老师，弟子后辈子孙不孝，请老师责罚。老师，您的不死神火，我一定会保管好的。即便是我死了，也会让后辈守护好。学生惭愧，都怪我没管教好他们。老祖，我是……血恒姐，人心易变，这不怪你。我只取回我的东西。老师，我来为您带路。不死神火，成仙路最后一件信物。秦业，没想到你将不死神火藏在此地。600万年的等待，终于让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件信物。用这不死神火，成仙路能彻底开启。哼，秦业，这次你插翅难飞。秦爷，这些老怪物来了。诸位，这里是不死山，你们太放肆了！半残的石皇也敢在我们面前逞威！你们这群废物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呵呵，废物！吾等筹谋100万年，只为此刻。秦业，速速交出成仙路钥匙！哼，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挡得住我们吧？这一世，吾必须成仙，哪怕是粉身碎骨。石皇，你还跟着秦业，不如跟着我们共谋成仙大道。我石皇虽然是残缺，但也是境地之主。二等要想抢老师的心愿，我绝不会与二等狼狈为奸。小石头，你老师，我那些后代已经让我颜面无光，没脸见您。这些老怪物，让我来对付吧。好。石皇，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，放着成仙的机缘不要，也要与吾等为敌。你这石皇一把年纪，活到狗身上了。你既然想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你。只要我站在这里，二等休想再进一步。石皇，你找死！
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年有什么长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荒古大阵，起！不死道法，开天斩！秦叶，始皇撑不住了，我们要不要出手？再看看。想要我的命，你们还不够格！我本是善终顽石，幸得老师点化，开启灵智，从一个石人一步步的走到世界绝巅。纵死一战，也要与你们同归于尽！不好！始皇在极尽升华燃烧本源，想跟我们同归于尽。诸位出手阻止他！要自爆！荒古大阵，镇压！给我破！太古神剑，斩！神魔印，封！老师，我没有给你丢脸吧？没有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不是都想要踏进成仙路吗？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资格进！成仙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成仙路，尽头就是仙界。吾毕生所求，就是长生不朽。今日终得作见，接引成仙的天门出现了。仙玉，我看到仙玉了！此生无憾，此生无憾呐！多少万年了，我等了多少万年了！
秦业，滚开！休要阻止吾等成仙！想要踏入成仙路，你们不配。这扇天门需要大地高手前来献祭，方能叩肯。你们正合适。什么献祭？秦业，你想斩了我们，用我们来献祭？哼，秦业，你是活的久，但不代表你是无敌的。秦业，成仙名额并非只有一个，你让我等过去又如何？不就是斩一位至尊来献祭吗？不要！旧土之主，你……秦业，一个不够的话，我再杀一个。秦业，你看到我的诚意了吗？让我过去！真是精彩！没想到还能看到你们狗咬狗的场面。你说让你过去，不可能！就凭你们这群为了长生不择手段的渣子、败类，也配成仙？秦业，你太猖狂了！诸位，成仙就在眼前，难道你们要后退吗？只凭他一人拦不住我们所有人，跟他拼了！杀出一条新路来！我欲成仙，无人可挡！秦业，给我死！就算你们不过来，今日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在我飞升仙域之前，正好将你们这群盘踞世间、稀释生灵的废物一并清算。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秦业，前辈，只要你让我成仙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，永生永世为你驱使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秦业，让我成仙，我帮你杀了他们两个，用他们来献祭天门。为了成仙，你们当真是不择手段。可惜，你们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秦业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位道友，与我一同毁了这成仙路。我们就算不能成仙，你也别想成仙！杀！螳臂当车，五子两立。不，我不想死！成仙近在咫尺，我不甘心！成仙，我要成仙，我不想死啊！我长生不死的秘密，或许在仙域之中能够得到真正的答案。秦业，就算不能与你一起飞升成仙，但能看到你成仙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下次再见，我恐怕已经化作一座小小的山坟了。看着我干嘛？上来！我吗？走，跟我一起成仙。不，成仙路艰难开启，只有一个成仙名额。你走，我为你护法。谁告诉你成仙名额只有一个？我布局千万年，引导此界诞生诸多大帝，就是为了在今日用他们的本源献祭天门，换取更多的名额。我们走。
此处升仙台已关闭，不可飞升。